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王一博和赵丽颖有 CR 感吗？临近年末，大 IP 们接二连三上线，有匪也趁着东风终于来了。一上来，周匪的刀和谢允的嘴一个比一个快，就知道的儿有 BG 该有的那味儿了。赵丽颖复出首作和王一博组 CP， 你觉得怎么样？这回不是美强惨了？赵丽颖在有匪里扮演的周匪和她之前的大部分角色差得有点大。周匪可不是一出场时是小白的新手村玩家，从一开始他就是不亚于48寨未来继承者李胜的水平。在这儿，别人叫他一句师傅也叫的。论地位，她是寨子里大当家的女儿；论功夫，她在同一代师兄弟、师姐妹里技艺最精湛；论朋友，她有斗嘴斗气之后还会一起过招的李胜，有小跟屁虫迷妹李岩。如果非要说周匪在寨子里有什么不舒坦的地方，就是总是被亲妈 PUA。发现山寨有陌生人闯入，周匪也跟上去想去抓贼，贼没抓着，倒是被亲妈大当家抓了不少把柄。48寨优等生周匪表示，有贼来了，我当然要去抓贼哇。周匪亲妈大当家表示，憋逼逼，给我滚回去读书。明明是李胜摸黑要出门惹祸，最后大当家却因为周匪放走了在48寨的边缘疯狂试探的谢允，被 Dan 抽鞭子。把偏心眼子打在公屏上的大当家，向来是对周匪挑三拣四，吝啬夸奖，对侄子发彩虹屁能发出花。在赵丽颖过去的作品里，往往是硬件有很长的路要走，而在感情方面一直有人为她加油打气。而在有匪里，周匪这个角色在感情方面慢人一步，在刀法上快人一步。作为一个侠二代，周匪美强而且不惨，动手他敢挑战大当家，以窗花获取下山资格；动嘴他毒舌功力炉火纯青，连谢允这种伶牙俐齿的都会吃瘪。虽然书读完都忘了，但是怎么对人的功夫都刻在了骨子里。特别是周匪的爸妈是典型的虎妈猫爸，妈妈严到让人满肚子牢骚，爸爸像贴心棉袄一样嘘寒问暖。与其说是天然的强势，不如说周匪是从小就知道女性可以有很多面。面对同为女性的妈，看她风风火火的样子，她便会自然想反驳，等你出嫁了，你哥我给你撑腰这样的话。爸爸即使很温和，也会教导周匪，在自己能力不足的时候，扯再多都没用，不如先磨练自己。这样被教育出来的周匪确实不惨，还有点虎头虎脑的可爱。现代脸又演古装了，和赵丽颖在古装女主上的禁忌之路不一样，王一博现代戏造型挑不出啥错，一演古装戏却要面对争议。有匪剧照刚出的时候，他的古装扮相就还挺有争议，但比起他之前演高岭之花，我觉得这次的谢允反而让他找到另一种打开方式，拿一下女强男弱的剧本也不是不可以。目前来看，这两人明显拿了与传统古装剧相反的男女主剧本，周匪负责升级打怪，谢允身上才是儿女情长。首先两人在武力值上就差别过大，拿刀的周匪冲在最前面，会跑的谢允却躲在美人背后，全靠一张嘴皮子闯江湖。这两人和其他小情侣闯江湖的套路也不一样，总给人一种男主需要被救的感觉。偶尔周匪自己陷入险境咋办？自给自足，还能顺道保护一下柔弱少女。开窍也是谢允开得早，隐隐约约察觉到喜欢的时候，约周匪一起喝酒。钢铁直女周女侠随便拿着瓶子吹，独留谢允一个人整理自己的恋爱心事。恋爱线推进的重任全压在了谢允的身上。女强男弱的恋爱线好看吗？恋爱小天才谢允表示，武功地位都不是事，
主动出击才是王道。时隔大半年第2次见面，周斐还不知道谢梅梅的真名，云子已经投其所好，刻了一把木头小刀送给周斐，还承诺以后要送她一把真正的好刀。周斐，你谁啊？喝酒安慰一条龙，发现这个小姑娘虽然武功高，但实在有点直，听不懂弯弯绕绕，只有把话挑明了说。谢云写词唱曲挺不错，讲起情话来也是不落俗套，反正核心标准就一个，周斐越是不开窍，就越要打直球，一味出击也不行，有退有进才能有来有回。别人是鸿雁传书诉相思，谢允是挑个杆子来求救。这么近，喊一声就能解决的问题，偏偏要搞个信。周女侠，我看见你笑了。到了某些必要时刻，非必要手段也是可以用上的，比如跪的撒娇求饶。谢允，你还记得姑苏蓝氏的3000条家规吗？只要面子豁得出去，再心硬的小姑娘也得给点好脸色。谢，相声大师，允虽然打直球很累，但看到撩不动的侄女慢慢软化也还挺有意思。高冷颜系脸变直球小王子，这大概是王一博角色台词最多的一次。其实无论是男强女弱还是女强女弱，恋爱线好看的部分都在于推拉。周斐虽然铁直，但一直被撩也还是有回应，只是脑回路奇奇怪怪，一遇事先想到的却是谢允占了脸的便宜。周斐直女人设从头到尾绝不崩塌，这样有互动的小甜线，我觉得才更有意思。侠义江湖里，被理解比被爱更难。很多类似的剧里，主角被爱都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，他们自带闪亮的主角光环，不管是看脸还是看性格，甚至只要编剧动动手指，男女主就可以轻易陷入恋爱，搭起玛丽苏和杰克苏的神奇世界。被爱之后呢？接下来要么甜宠到发腻，好一点的则会调节口味，甜虐交加，再多加点合理的狗血，就能凑够主角们在一起后的99、81难。因为被爱来得太轻易，很多时候就带着一种甩卖清仓的跳楼价，廉价又落俗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对角色而言，不是因为被爱而带来的理解，反而比被爱更难得。周斐和谢允的恋爱线目前还处在前期的发展阶段，一个毫无所觉，一个懵懵懂懂。但在懵懂的谢允身上，我却看到了因为理解而产生的情感张力。有几处最明显的地方，一是周斐初出江湖，就因为自己那倒霉的表哥李胜而意外卷进霍家堡事件，跌进了朱雀主关押武林人士的地牢。隔壁，好巧不巧，隔壁就是大半年没见的谢梅梅，两人靠着一代喂狗的板栗认出了对方。谢允指点周斐地牢图，希望他顺利出逃。结果周斐搞了个大事之后还不肯走，非要救回自己的陈飞师兄。一向最擅长跑路的谢允当场疑惑：你命重要还是交代重要？无所顾忌的周侠女表示：当然是交代重要。嘿，这话一听就是初出茅庐的小年轻，还带着一点傻乎乎的天真。可这江湖里，谁求得不是一个问心无愧呢？谢允懂得这份天真，也懂得这份执着，才会收起吊儿郎当的伪装，认认真真带着周斐做了一次解救众人的活雷锋。后面48寨众人遇袭，在周斐生死未知的情况下，德煞为了引出周斐，用48寨的师兄相引。一片被激起的民愤里，谢允懂得，如果周斐还活着，他一定会来。爱可以是荷尔蒙的产物，理解却是因为懂得，因为共鸣，因为包容而产生的更真挚的情绪。对谢允这种年纪不大但江湖没少跑的武林人士来说，周斐身上的直硬不是多么稀罕的特质，甚至某些时候看起来还挺傻。可他更懂得，这份傻气背后是多么直率坦荡的心胸。对身在江湖万般不由己的谢允来说，傻气常见，真心难得。
所以才会在周斐因实力不济的时候主动安慰他，也借由安慰的由头说出自己的真心话。因为他知道周斐是那个一定会懂为什么强者在于心的人。比起甜甜蜜蜜的发糖，这种因精神上的共鸣而产生的感情更为难得。而且比起单纯的被爱，这样的被理解有着足够合理的逻辑和空间。谢允和周斐目前爱情线的好看，并不仅在于欢喜冤家，更在于这份难得的被理解。这是我觉得有斐很有意思的一点。赵丽颖和王一博到底有没有 CR 感呢？很神奇的体验是，周斐和谢允每次一出场，都能给人带来一种甜的感觉。这种甜，不是王一博发射了多少 wink， 不是赵丽颖被摸头杀多可爱，而是当角色的背景、技能、个性都交代得足够清楚之后，他们心中对于侠义江湖的理解，足够引人有共鸣。周斐下山前，于老给他讲了自己受周斐外公施恩，而决意以一生守护48寨的故事。在他看来，一个大英雄不在于他一生中打败了多少人，而在于他帮助了多少人。周斐当然也记住了这个故事，并且执意的靠自己去闯，去努力的帮助拯救更多的人，给家人交代，要比命重要。而一旦这份坚持能得到另一个人的理解，那江湖里儿女情长 CP 情 line 里梦幻的泡沫也就有了落地的空间。目前有斐才播了个开头，情节是充实的，逻辑也没有什么掉线的问题，希望后面还能维持。关于女 A 男 O 的设定，有观众觉得很好嗑，有人觉得嗑不动。之前我曾说，武侠也好，仙侠也好，最迷人的地方是贯穿始终的动机里有一种以理性无法解释，以常识无法破解的本能。那在这个故事里，谢允对周斐的感情就是理性无法解释，常识无法破解的本能。周斐的父母也是女方较为刚强，男方比较包容。不同的是，谢允不会像他岳父一样，上山之后还要下山，他愿为这块未着的翡翠一路相伴。有匪里有种武侠又反武侠的设定，在快意恩仇的武侠世界，周斐的父母都身处山寨，但都非常克制自己，也克制自己的孩子。所以当山寨里的周斐遇到行走江湖的谢允，观众会意外发现48寨大当家的女儿好像还没那么潇洒，真正想得开的谢允更没有束缚感。从周斐为报恩放走谢允开始，就已经说明他是有侠义的人，有武力也有侠义，就像翠玉一样珍贵。但是刚踏入江湖的周斐也还没能到灵活掌控武力，驾驭住各种大场面的程度，以至于做很多事的时候都显得横冲直撞。偏巧谢允是那个更有江湖经验，也能克制住他的人。每一个少年武侠的故事都离不开成长和磨练，而周斐的磨练就是学会如何使用自己的武艺和侠义。愿你在冷铁卷刃之前得以窥见天光。不需要太复杂的动机，也无需用力过猛的发糖，简简单单的侠义成长故事，其实也可以轻轻地打动人心。今天的深夜话题是：你看好周斐和谢允这对 CP 吗？来评论区说说吧。